第1181章丹雷铝线。炼丹是一件极其消耗时间的事，特别是炼制丹药，经常一炼便是10天半个月，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而对于这种情况，在座的人也清楚，所以他们并未因为那漫长的等待而显得不耐。能够赶往圣丹城观看的人，大多都是有着一些实力，这点必要的耐性自然是必须具备的。而在那无数道期待目光的注视下，时间也是悄然流逝，短短眨眼间，5天时间便是悄然而过。在这5日之内，天空上的炼制倒是显得颇为的平静，不过偶尔也会有着低沉的声音传出，这是一些在炼制中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炸炉所发出的声响。5日时间也是有着一小部分的炼药师成功炼制出了丹药，不过在丹药炼出时，他们便是明白，他们此次的参与也该到此为止了，因为大凡炼制丹药，越是高阶的丹药所需要的时间便是越长，而类似他们这种基本上是只能沦为垫底的角色了。全场的目光也同样并未那少数人炼制出了丹药便在他们身上停留目光，绝大部分的视线都是停留在曹颖、宋清以及一些名声颇为不弱的炼药大师身上。他们知道，这些人的争斗方才是此届丹会最为精彩之处。这5日内，萧炎倒也是失手过一次，那是在融合血骨餐时，因为一点极为细微的差异，从而导致他果断地将之放弃，选择重新提炼。不过所幸在第2次融合血骨参时，终于并未再出现什么差错，毕竟这些药材萧炎也只是准备了2服，若是再失败的话，那么他便是必须得另寻他法了。在当第5日的曜日升至天空正中央时，萧炎那微闭的双眸也是徐徐睁开，面色凝重地望着药鼎之内，在那升腾的火焰之中，有着3团或药液或粉尘般的东西存在。这3种东西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却是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令人感到震撼的精纯药力。这3种东西便是萧炎这5日多来的成绩，如今提炼已经顺利完成，他接下来所需要做的便是将这3种东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将之煅烧成丹药雏形，最后成丹。融合是炼丹中相当重要的一步，而且加上如今萧炎药材并非很足，所以这种融合更是不能轻易失败，否则的话不仅耗时，而且对于精力的消耗也是相当恐怖。炼制这等级别的丹药，那可是一件相当劳累的事，怎可能持续太久？在努力令得自己保持着状态时，萧炎目光也是飞快地瞥了一眼远处的曹颖、木谷老人等人，此刻的他们也皆是一脸凝重地控制着药鼎之内的火焰，隐隐间有着浓郁的能量波动从中扩散而出。这些家伙的药鼎都不是寻常之物，将药材的波动掩藏了大半，不然倒是能够借此猜测一下他们究竟想要炼制何种阶别的丹药。瞧得曹颖等人那副全神贯注的模样，萧炎心头略有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旋即迅速转回心神，深吸了这片天空那炽热的空气，凝重的目光转向药鼎之内，心神一动，那缭绕在药鼎之内的琉璃莲心火便是猛然席卷而出，将3种提炼而出的精纯药液尽数包裹。融合药力这一步几乎是对炼药师的控制力达到了一个相当苛刻的地步，期间只要有着半点细微变故，便是将会令得前功尽弃，因此这一步异常重要。而对于这一点，萧炎自然同样是非常明白，因此此刻其精神也是集中至了极点，浩瀚的灵魂力量充斥着药鼎的每一寸角落，其内的任何极其细微的变动都是会在瞬间反馈至其脑海之中。在萧炎这般凝重以待之下，融合幸运的并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虽说那融合速度极为缓慢，但这种时候谁敢稍稍加速？一切以稳为重。融合药力所需要的时间是炼丹众多步骤之中最为长久的一项，而萧炎此次的融合则是整整持续了将近10日时间，方才落入尾声。时间如指尖沙般迅速流逝，眨眼间将近半月时间过去，在这段时间中，越来越多的参赛者将丹药炼制了出来，因此也是导致这片天地间几乎被一种浓郁的化不开的丹香之味所弥漫。吸上一口，长久的等待所造成的一些疲惫也是在这之中悄然而散。不过虽说有着越来越多的参赛者成功炼制出了丹药，但这些炼制而出的丹药中却并没有任何一种成功的将丹雷引出，其中最强的一位也只不过是引起了天空上乌云凝聚，但其中却是连雷光都是未曾出现，更遑论真正的丹雷降临。
对于这种情况，倒也没什么人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知道，丹会已经开始在逐渐地对着高潮推进。现在被炼制出来的丹药，品阶已经是攀升到了6品层次，恐怕要不了多久，真正的7品丹药便是会被炼制而出。对于外界的变化，萧炎没有丝毫的理会，他的目光一直都是眨也不眨地锁定着药鼎之内。经过10日的漫长融合，如今在那药鼎之内升腾的火焰中，隐隐间有着一个约莫拳头大小、呈椭圆形之状的小球之物。这小球之物便是那上百种药材的精纯药力融合而成。不过如今的它还只是丹药的雏形的雏形，但虽说连雏形都还算不上，可至少那最困难的一步已经度过。接下来只要萧炎稳定着状态，那么便是能够将这生骨融血丹真正的炼制而出。不过在这之前，还需要着一段孕育的时间而已。轰！略显炽热的天地间，一道低沉的闷雷声突然在天际响彻，旋即无数道目光急忙转移而上。只见得在那天空上，不知何时又是出现了一朵乌云。不过如今这乌云内居然传出了低沉的雷鸣之声，那模样分明是丹雷成型之状。丹雷，有7品丹药出世了。见到天空上的异象，广场上也是响起一片的哗然之声，旋即无数目光都是汇聚在了那片天空下的一方石台上。那里一名中年男子正脸色狂喜地望着天空上的雷云，他是第一个引出丹雷的人。丹雷的出现也是引起了凝神孕育丹药的萧炎的注意，虚眯的眼眸微微睁开，瞥了一眼远处天空上的那雷云，微微摇头。如此弱小的丹雷，想必那出世的丹药应该也就7品低级的层次。目光一瞥便是收回，萧炎视线再度移向远处的曹颖等人，心头不由得微微一跳。这一次他却是能够隐隐间感受到几人药鼎之内传出的那种能量波动。从这种波动的轨迹来看，怕这些家伙要炼制的丹药都不会是什么寻常之物，压力可真不小啊！不知道依靠这生骨融血丹究竟能否夺得冠军，若是这还不够的话，怕也只能……想到此处，萧炎眼芒也是微微闪烁，旋即苦笑一声，收回心思，管他呢，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静观其变吧，那东西也只是最后的手段而已。在继第一次丹雷出现后，仅仅半天时间，天空上便又是有着雷云凝聚，而且看这股的雷云力度，比起前一次的还要更盛，显然是应该有着参赛者炼制出了比先前那人品质更好的丹药。接下来的这些10日，便是彻彻底底的热闹了起来，几乎每天都会有着2到3次的丹雷出现。这些丹雷的浓郁程度各自不一，不过按照萧炎的推测，最高品阶的丹药应该也只是7品中级。广场上也是因为这时不时的丹雷出现而变得异常火爆了起来。前几日那略微的低迷在此刻尽数散去，每一次7品丹药的出世都将会引来不少的垂涎目光。这种阶别的丹药，除了一些进入斗尊的强者，对于其他强者都是拥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轰轰轰！在往日极难看见的丹雷，在这片天空却是变成了家常便饭，令得不少人都是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随着时间的越发推移，广场上还升起的丹火的石台也是越来越少，到的后来几乎已是不足50之数。但所有人都是知道，这所剩下的人绝对能够称之为斗气大陆炼药界之中的顶级存在。而若是不出意外的话，丹会的冠军也将会是在这剩余的人之中诞生。望着那数十石台上升腾的丹火，这片天际的气氛却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变得凝重与紧绷起来。在座的人都明白，丹会最为激烈的交锋即将来到。